我的男朋友是一个老好人儿，平时对我言听计从的，我说一他不敢说二。我要吃雪糕，赶紧给我买去。好嘞，马上给你买去。我一直也是非常满意他这一点。我要吃红烧肉，你赶快给我做去。好嘞，马上给你做好。到后来我发现，他不仅对我一个人是这样，他对他身边所有人都是这样，尤其是他家里的那些七大姑呀、八大姨呀，别人求他什么事儿，他都一口气答应下来，哪怕是耽误了自己的事情也无所谓。好嘞，好嘞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别人找他借钱，他来者不拒，说借就借了，都不和我商量一下。钱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，先紧着事儿办，别提还钱，咱俩什么交情啊？我真的是实在受不了他这一点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他在一起了。应该怎么办呢？掌声请出他们吧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严31岁，来自太原个体户；女嘉宾小荣25岁，同样来自太原保险职员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来干嘛？就是想把我们这个事情说清楚。你来的目的呢？他叫我来的。他叫你来你就来，哎呀，我也想把他就是把这个事情听一下大家什么意见。不是挺好的吗？跟他相处久了吧，他有些作风我特别受不了啊，你说说吧。比如说他特别不爱干净。不是挺利索的吗，小伙？那是因为今天在节目现场就收拾了一下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这个人特别爱干净，他是做技术工的嘛，就经常不洗衣服呀，然后也不洗澡，就这样就睡觉了。我就特别受不了他这一点。说这话，我是有时候累了，实在上班的时候工作太累了，我回家有时候就提前睡了。不是天天吧？不是天天，还好还好。我就是希望你以后就注意一下卫生嘛，然后用那个内衣啊、袜子呀，它总是跟其他衣服混着一块洗，我觉得特别脏，不讲卫生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我作为女朋友，过个情人节，一个玫瑰花都没舍得给我买。那他是怎么跟你过的呢？那次我们俩逛街，把一个小姑娘都拽着她衣服说来，你给那个姐姐买个玫瑰花吧，她都不舍得，又没让她买一束，一朵她都不舍得给我买。不是这个，不是我不舍得，这我觉得吧，平时几块钱的东西，到情人节要个几十块，那不是存心坑咱了？那天过情人节嘛，那天有这个特殊的寓意的节日。那后来我不是知道不对了，我去向你道歉，请你吃西餐吗？那你还好意思说这事儿？哪有吃西餐票挤公交的呀？坐公交2块钱的事儿，你非要打个车几十块钱。可是那会儿我都已经拦下出租车了，你票闹得那么不愉快。听出来这个男人可能还是个过日子的男人，但是我看你小片里说他对所有人都好，是吧？对。他不是把钱归我管吗？可是他给别人钱都不跟我说一下。他家里都给谁钱呢？就比如说他爸爸想开个小卖铺，3万多，我就觉得他应该跟我说一下，毕竟钱在我这儿。不是，我给我爸打钱，我就想着完了跟你说就行了，我谁还每天寄跟你说？给我爸呀，那又不是外人。后来解释了多少回了。就是你那个家里亲戚太多了。你说他那次二姨的表姐带他儿子过来。谁？他二姨的表姐？对。的儿子。对，就他特别复杂，就是过来给我们就是过年来这儿玩嘛。你说我好吃好喝也招待人家了，给他那个小孩200块钱红包，我觉得就够了。可是人家一走家里就少6000块钱，那你怎么能怀疑我们家人拿钱呢？你没跟我说呀，家里钱少，我就不能问一问了呀。那是人家来了，说是需要给孩子买个东西，钱不够，我给人家拿了6000块。我就觉得他那会儿是给别人家小孩买电脑，你怎么就没主动给我买个什么东西？别人一说没东西，你要什么我不给你买呢呀？他就根本就不是问你借钱，就白给人家那么多钱。我觉得给人家拿了，人家要还咱的，又不是不还了。可是你钱是归我管的呀，你说我就成一张银行卡放这儿，你随便支出，而且是给那些不怎么来往的人，哪是不怎么来往的，都是比较亲的人。我不亲的人我都给，我能给过来吗？反正你就心疼别人，也不心疼我。他是那种特热心的傻好人吗？我觉得他特爱往自己身上揽事儿。别人说还没说什么呢，他就老说。有时候经常去喝酒就跟人家说大话吹牛，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有一次我记得他有个表哥岳父，人家头不舒服嘛，人家都没说看病，他就说来我们这边，我给你找最好的医院给你看，而且还是要给他挂那种特别难排的号。他都忘了这事儿了，人家别人过来找他了。反正就因为这个挂号，我们就生了不少气。因为排个挂号，他就
把那个车停的特别偏的地方，然后那个车窗就砸，里面丢了不少东西，相机、笔记本那些都丢了。我当时都特别生气。那不是咱亲戚吗？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人家给我打电话，我不得给人家去挂呀。可是你挂个普通的号不行啊，偏要挂那么难挂的事儿，你也不上班不工作的呀。我答应人家就是专家嘛。好不容易挂上号了，结果人家说没地儿住，我就说我花钱住个宾馆什么的，他偏要让挤到我们家来住，我就特别接受不了。那我们家亲戚怎么能住宾馆呢？咱家又不是没房子，人家上来住就行了。你说让人家来还让人家住宾馆，多不好看呀！可是关键是我们家是一室一厅，我就特别接受不了外人来家里，他还让我跟他一室一厅怎么住呢？我当时考虑的就是说，他和表嫂能住卧室。我跟人家又不熟，让我们躺一张床上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那不是说熟，那就亲戚，那没有个不熟的熟。那关键他还带他们去旅游了呀。我就觉得你都没有主动说咱们去哪儿散散心啊？什么我带人家旅游，那就是老爷子看完病了，说我带他在太原周边转了转，他就非要说旅游。我就觉得你真的对别人太好了，你就能不能专一点对我好呀？那我不是知道你不高兴了以后，他们走了，我带你去你朋友那儿把你接回来，我等了。反正我当时是在我闺蜜家住了1个月，我也没敢回家。就这事儿闹的，我说回去吧，回去我刚回家，她亲妹妹就过来了。亲妹妹来，因为本来就之前见过她妹妹嘛，她妹妹比较小心眼儿，对我就是不太看得惯，本来关系就不是很好。什么小心眼儿？那就是在我出了点小事儿。我和我妹从小关系特别好。有一次吃烤鱼，我正好鱼啊，她吃的差不多了，就个鱼头了，我就把鱼头夹给她，这尾巴上还有点肉，我说给我妹也吃点吧。结果我妹不高兴了，给她吃鱼头，给我吃鱼尾，什么意思呀？她觉得好像她哥哥的爱好像少了。这件事儿我开始也不知道，她也不知道，是因为我俩一块儿回家看她父母嘛。然后那天去的比较晚，她就特别针对我，就瞪着我就说：“你以后别叫我爸等你。”什么那叫？就因为这事儿，我就跟她妹就结下梁子了啊！我和你在一起做的，我妹告咱俩，他就是瞪着我说，他也不会骂你的，而且我就觉得你太向着你妹了，我就觉得我在你心里一点地位都没有。他本来就是坐在那儿说你别让爸妈等，因为我爸刚做了个手术，他说别让爸爸老等，他非要说针对他了，我说就没针对他一个人。他那个语气就不是那样子。后来他不是来我们家住嘛，他就真的就是打算住那儿，他都开起来淘宝店了，他就。把那个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什么也不收拾，床上全是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就合着成保姆给他们收拾了。我就觉得我什么人呀？收拾呀，我哪天不回家帮你收拾？你说我工作挺累，我啥时候不帮你收拾？那他还净说我坏话呀？他哪说你什么坏话了？你就多想。没有多想，我那次他电脑没关，专门让我看见了。你还偷看人电脑啊？电脑是我的呀 ，QQ 他没有下去，我就看了一下，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这不好那不好。后来就因为这事儿吵了一架，他就给回去了，还在他父母面前，就是意思就是让我们赶快分手。跟谁吵了一架？我跟他妹妹吵了一架。然后他妹妹又回老家了。对，就跟他父母告我状来着。啊，那是该告状了。父母方面也不是太喜欢，就是我和他儿子觉得不合适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不喜欢？你就每天多想。我父母就不爱说话，就是比较实在人。你回去以后，我爸说我怎么热情，我总不能给你端着，咱就不是那种人呀。那你经常跟你妹聊天，然后把聊天记录一删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是不是他给你介绍女朋友呢？不是，是我妹吧，觉得让我就是和你多相处相处，多了解了解，她觉得不太合适。我说哪有你那说的话呢？我还说了半天我妹，而且我妈打电话吧也说你多了解了解，因为我妹回去不是说了。我说那你们说啥话呢？我的事儿我最清楚了。他是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漂亮吧，说咱这人比较实在就怕你看不住他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人，我觉得我害怕我婚后的生活不幸福，就太多那种乱七八糟的事儿了，我也挺有压力的，他们也看不惯我。你家就是太原的是吧？对。你是担心结婚之后男生家里面的亲戚太多，走动比较频繁，怕给家里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啊，接待应酬，是不是？还有就是他父母他妹，我也觉得他们不是很看好我，也没有让我觉得那种家的那种温暖，也没有。明白了，兄弟应该在你们村里面你算有出息的吧？还行吧。还行啊，是不是很多人帮助过你啊？曾经有很多人帮助，曾经有很多上学的时候被很多人帮助过，是吧？对对对。
这心里欠着人情呢，是吧？我是觉得咱既然都认识，找我这儿了，我能办就给办了。啊，听明白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看法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，我老家也有很多的亲戚，我们对老家的照顾，不要说是老爹老妈、弟弟妹妹、姐姐、七大姑八大姨，我们有时候确实是要对他们有一些更多的照顾。我想这是责任，也是感恩，当然也是面子。因为我们离开老家以后，以前在老家他们也照顾过我们，对，他们也照顾我们不在身边，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呢，也代替我们在照顾我们的父母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关系。我当时的情况跟你也差不多，我老婆当时的时候也非常的埋怨，你怎么有这么多亲戚？今天谁来了，明天老家谁又来了。我当时也无法解释，我只和他说，这几天你给我面子，你哪怕是演戏也撑1天2天3天。然后呢，我经常带他回老家，老家的亲戚对他好得不得了。到了现在过年，我老婆有时候还不愿意在省城过年，还让我带着她回我的老家去过年，她认为热闹。特别是现在，你看我50多岁了，多亲戚真好。有时候生个病，来看的人最多的就是老家来的，这种亲情你现在年轻是体会不到。当然对你来说呢，有些方面也要改，我们豪爽仗义都是对的，但是对老家的照顾也要有所选择，该帮忙的我们一定要帮，但有一些忙呢，我们也要学会拒绝。因为老家人有时候真的纯粹就是认为你收入比较高，找个理由问你来借钱。那么对这一些，我们还是应该善意的拒绝。你也反过来想一想，他对自己的亲戚朋友都这么好，以后会对你差吗？这样的男人是难得的。当然我也是为自己说话啊。谢谢老师。男孩有句话叫合理不合情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朋友亲戚问你借钱或者有困难帮你，你帮人家是合理的。但是比如说因为这些事情你跟你的爱人闹得不可开交，你们家庭产生矛盾了，那出现了种种窘境，那情理上我觉得就说不过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，你应该会需要一个跟你爱人的一个沟通的能力。其实我们倒也沟通了，也是有时候沟通他老是理解，他不太理解。对，所以就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嘛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哥还是一个实在人，真的挺朴实的。女孩也不是不懂道理的人，有的时候女人也要面子，就是你要跟她有一个合理的沟通。她其实你给她一定的这种尊重，慢慢的她可能就会理解你的那些行为了。我问你，你把她已经当成自己的妻子了吗？对吗？因为你要把卡交给她，不是对吧？然后你们住在一起。但其实事实上还没到这个程度。因为如果真的你们俩结婚了，是一家人了，你的亲戚也是他的亲戚。现在的阶段是说，你的亲戚跟他没有一点的情感上的铺垫，包括你的妹妹，非但没有，反而有了矛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要求他说，你看那是我的亲戚，他曾经给过我多少多少的关怀，我现在是一种回报。其实现在还没到那程度，你操之过急了。你要建立他和你亲戚之间的情感的沟通，否则他们在他来说就是外人。第二，量力而为。你的工资有多少，动辄就能满足人家借给人6000块，动辄就可以请人家来玩，然后动辄就能在你们家住上一段时间。你的能力可以支撑这些吗？而他却能清楚地看到你到底几斤几两。作为男人，面子重要，但是打肿脸充胖子可就不值当了，疼的是自己。所以说，真正的男人，真正的能对得起自己的爱人，同时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亲人，要做到量力而为。同时，咱别做那些承诺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。我这个人呢，人缘不是太好。第一，我脾气臭，
第二，我很倔强，我看得惯的人我就来往，看不惯的人老死不相往来，我看都不想看一眼。第三，我下了班我马上就回家，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我爱人身上。所以别人怎么看我一点都不在乎，但我很在乎我爱人的看法，因为我知道当我在遇到一些很艰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，没有谁靠得住，只有我自己的爱人靠得住，所以我会把所有的时间花在爱人身上。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，相反，我的爱人跟我说，你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他不可能时时刻刻24小时都陪我，我除了跟他在一起之外，我还要跟同事交往，还要跟合作的人交往，他希望别人也对我好一点，不要因为我这种倔强的性格得罪了太多的人，别人不喜欢你，结果你除了在家里面老婆给你温暖之外，在外面你可能会举步维艰。所以他反过来跟我说，你要对别人好一点。那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？每个人有自己个人的选择，但是这件事情当中说出了2个问题。第一，我认为爱一定是有主次之别的，自己身边的人爱不好，你爱别人呢？但第2个问题，除了主次有别之外，爱是有体谅的。当你花尽所有的心意在爱人身上的时候，你也要体谅他，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长这么大，他在外面也要混世界，也要与人交往，他也要面子，也要去感恩，也要跟别人之间有人情彼此的往来，你不可能永远在他身边照顾他，所以你也要体谅他。所以我这事说的很简单，就是第一，爱不好枕边人就爱不好其他的人，爱有主次之别。第二，爱需要体谅，因为你的爱人不光是你的爱人，他还是个人，他只要是个人，他就有朋友，就有同事，就这样。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蓉蓉，在我的心里真的是你是很重要的位置，虽然我对别人也会很好啊，但是你是最重要的。我也会尽力调节你和我家亲戚和我家人的关系，希望你可以和我在一起。就是因为一谈到结婚嘛，我的顾虑真的太多了，我真的害怕我以后不幸福。也不是说你对我不好，我就是觉得你应该对我最好。我就是对你最好呀，问题。可是我感受不到了。我希望你以后真的是，哎，我也说不了，我想一想吧。哎，来吧，请亮灯吧。忍不住的再跟你说一句吧，爱别人让别人感觉得到啊，用他能接受的方式去爱啊。回吧啊，别老忙着挣钱，回家看看他爱看的爱情小说，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了。请关门。我们碰到了这样一对恋人，大概因为家世背景的不一样，所以产生了一些冲突。如果他们分手，我相信很多人会扼腕惋惜。但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女生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 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跑，抱起来，他就知道浪漫了。亲一下。这浪漫了。我没有想到我会哭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以前也说过无数次分手，就是一直就觉得他很执着嘛。啊。我就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吧，我真的希望你以后就是学到点东西。行，我会好。这个回家再教训啊！外面给男人点面子嘛啊！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，请出我们的小话筒来，有请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菜何来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恭喜你们获得了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精美的面膜。他们有句广告语：给你想要的美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跪下。说，大声说。嫁给我吧。这个怎么？我得考验你一下。好的，我一定会通过你的考验。亲。
来，站到这儿来。成功复合的情侣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来喊开始和停。开始。停。哇，好，恭喜你们获得了2000元的旅游基金，好好去玩，开开心心的啊。这钱不会给姨妈的、表哥的、嫂子的、妹妹去吧？不会啊，没有那么严重，没那么严重哈。好，祝你们幸福，2位请回。回去慢一点，西餐记录一下啊。打车去啊！好，没问题，肯定打车去。